这样洗碗等于吃细菌。洗碗时常见的误区，来看看您占几个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洗碗呢也有讲究，洗碗不对，健康遭罪。洗碗对于一些人来说呢，可能是最讨厌做的家务，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，与其他家务相比，可能觉得这是最简单的。每当把脏的盘子洗干净后，心里呢就会莫名的有种成就感。但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事，却可能藏着健康隐患。洗碗常出现的错误一，泡一会儿再洗更好洗，洗得更干净。可能不少朋友觉得，既然碗筷放久了很难洗，那么在水里泡一会儿不就行了？可能很多家庭呢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先将碗筷呢放在水里泡着，觉得这样洗呢会更干净。但是碗筷在食物残渣浸泡的过程中，在湿度、温度以及食物残渣的多重影响下，也会形成细菌滋生的温床。根据卫生院的相关研究，在8到18小时内，水中的细菌繁殖速度能从1个分裂到10亿以上。碗里面的油脂和食物残渣为细菌的滋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，所以洗碗前先将碗筷泡着，这是不推荐的。最好的方法仍然是吃完就洗，不偷懒才能更健康。大家洗碗呢都喜欢用百洁布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抹布，通过使用百洁布呢，就可以将碗筷上面的顽固污渍给去除下来。但是我发现一个坏习惯，也就是我要说的错误2，那就是百洁布只要不烂就舍不得换新的。即使是很爱干净的人，他们在洗碗的时候也没有定期更换百洁布的习惯。无论这块百洁布用了多久，1年也好，2年也罢，只要它还是完整的，那就还能继续用下去。这可是个相当糟糕的习惯，也是一个特别不正确的观点。长期不更换百洁布或是洗碗布，简直就是在上面养了一大堆细菌宠物。根据研究，一块洗碗布上竟然能够藏着多达5000亿的细菌。看看这个数据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。这些细菌密密麻麻地隐藏在纤维当中，用了再多的洗洁精也无法彻底的将它消灭。百洁布呢也是有使用寿命的，最好每个月呢都进行更换。有的时候洗碗呢是为了图省事，往往只是仔细的清洁了碗内，而对于碗壁和碗底处，通常只是用水冲洗一下，尤其是碗底，是最多人忽视的位置。长年累月的灰尘以及脏污积累，细菌繁殖的也会越来越多。通过桌子、水池、手等途径，同样的有可能被我们吃进肚子里。洗碗时还请一定要仔细，无论是碗底还是碗壁，都要认认真真的清洁才好，不要大意。接下来我们要说错误3，洗碗布和抹布不分开。一块洗碗布呢，可以用来洗碗、刷锅、擦灶台等等。不同的地方存在着不同的细菌，什么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等致病菌，这些细菌呢都对身体有害，它们会通过洗碗布转移到餐具上，再通过食物进入身体，引起腹泻的问题。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洗碗布呢要专布专用，洗锅、刷碗、擦灶台、油烟机、清洁餐桌台面要分开使用，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，减少细菌的传播。错误4，有些人秉着节约用水，在最后清洁的时候，通常呢用一盆水装满水来洗掉泡沫。可是您看，每个碗泡沫那么多，不用流水冲洗，怎么可能清洗得干净呢？这样不仅细菌在一个盆里，上面附着的洗洁精也不会被彻底的被洗净，残留的化学物质会再次进入口中。用固定的水来洗碗，看似将碗洗得特别的干净，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洗碗变成了吃肚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把洗干净的碗呢再放到清水冲洗，您就会发现还会有泡沫。您试想一下，常年累月吃洗洁精，那得多恐怖。建议大家在最后一遍清洗的时候，用流水冲洗，将表面附着的化学物质彻底冲洗干净。错误5，
很多人在洗完碗筷后，都会直接将它们丢到橱柜当中。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因为洗完的餐具上还留有大量的水渍。要是就这么将其丢到橱柜里，碗筷上面的水渍就会滴落到橱柜上，可能一次两次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长期以往下去，橱柜里就会变得特别的潮湿，还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霉菌等物质。曾有实验表明，洗了碗再将其叠放，也就是俗话说的摞起来，2-3天时间，细菌数量为56万 CFU， 而放在橱柜置物架上保存的，沥干水分再进行保存的，聚落总数仅为8000 CFU。 也就是说，看似平常的摞碗筷的习惯，居然会促进细菌滋生增加70倍左右。所以也不要小看将水分沥干这个步骤。总之，手洗碗筷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家务劳动，但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。这5种小习惯只要养成了，那么个人卫生和健康都能得到改善，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水星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